大家好，欢迎来到大雁 Talk 频道。今天来讲在台湾的两件小事，但是非常值得去讲的两件小事，因为这两件小事也让我蛮吃惊，啊、蛮值得一提的。其中一件呢，就是我不记得到底是在高雄还是在台北，就是我在出去玩的时候。然后问路，问一个老爷爷吧，我就跟他说我想去某某地方。哦，当然他是很有礼貌的，会跟我回应。然后他就跟我说，大概不会很远，大概在哪里哪里。然后我说好，然后我就准备正要走，他就说，哎，那个这边不是很远，那个我带你去吧。我说不用，因为那个老爷爷应该60、70岁应该是有了就是年纪还蛮大的。他就跟我说，他说哎不是很远，他说我带你去。哎，我那时候就觉得哎呦，就是就是很担心嘛，因为年纪那么大，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而且怕他就是对。然后我一开始我是回绝，但是他很坚定，他就先走了，知道吧？他就先从那个方向走，然后好吧，那我就盛情难却，然后我就跟他往前走。然后大概走了100-200米，他就说：“哎，等一下。”他说：去那个地方要搭个公交车，就是先走一段路，搭个公交车。”于是呢，他又跟我一起上了公交车，然后坐了可能有1-2站路吧，大概是这样，就是那个公交车大概停了1-2站。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到了到了，叫我下来。”然后我们又一起走了大概有500米吧，差不多，就大概又走了这么长的距离，然后才到了我要的地方。我就觉得，对这个事情就是蛮让我震惊的，因为很多地方就算是比较有礼貌，或者是稍微热情一点，他最多就告诉你去什么地方。我再多就是说，可能陪你走，就如果是100米以内的哈，有的就会帮你带你走一下。有些地方已经算是非常好的地方，他会做这件事情。但是一个老爷爷带着我走那么长的个距离，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呢，确实让我很震惊、很惊讶就是台湾的，就是台湾有相当一部分呢，其实是很不失的礼貌哦。礼貌，我相信，比如说很多地方其实也不错，比较典型，就像日本，日本确实礼貌这边做的不错，但是这么热情的，我至少我觉得日本应该很难做到。那其他的有一些比较礼貌的地方，但是要这么热情，我觉得确实也比较少。而且我不是只碰到这么一个热情的老爷爷，所以我觉得这确实让我蛮震惊的，就是这个社会它其实很温暖，就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温暖的程度其实是蛮高的。我不知道现在的就是在台湾的年轻人还有没有像这样的这种热情程度，还是说相对会更就是会比较强调界限这种东西，我不知道哈。但是我是觉得起码我当时去的时候，整个氛围都还是蛮友善、蛮热情的，对，嗯，所以对，很棒。然后另外一个跟这个有点相似哈，就是我去那个阿里山的时候，阿里山的时候呢，坐车碰到一个也是算老爷爷嘛，也差不多啦，应该是60岁左右这样子，50-60岁。然后就闲聊，然后对他问我来自哪里，然后对，然后他也跟我说他原来他的爷爷还是什么是来自哪里，然后就是跟我聊天嘛。然后聊着聊着他就说，哎，你去阿里山有没有订酒店啊？
我说我还没定，对，我那时候确实好像是没有定哈，就是没有那种提前就把酒店订好哈，就是反正觉得，但是也觉得台湾这个时候还是比较安全的，我觉得不担心到了地方再订也是可以的。而那个时候好像网络的这种就是订票什么好像没有什么这么方便哈，所以对我当时没有订，然后他就跟我说，哎，那没关系啊，不然你这样你今天晚上到我家去，对，就是我家就在那个，他说他家就在阿里山那附近对，他说明天起来以后呢，他可以开车载我去景点的附近。哎，我觉得，哎，对，好，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在很就是成长的环境包括我接触到的状态之下，就是说有时候会害怕，说哎，一个陌生人邀请去你家里，对，会有一点点担心跟害怕，对，然后但是我感觉就是他们好像很自然，就是哎，可以就是你如果没地方就到我家去住呗，就是我不知道这种事情在台湾是一种普遍现象，还是说是个不常见、少见的一件现象？就觉得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信任感其实蛮足的。你首先感觉到这种信任感，还有就是这种温暖的感觉，对，就是温情的这种感觉，就是哎，好像嗯，就是并不是很陌生，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在我看来就是真的是蛮震撼的，对，一直都记得蛮清楚。所以我觉得台湾最美的人，不对，最美的风景是人，真的是这句话确实是真的就是这是一个充满的温情，然后对温暖的人群啊、对我的感受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呃，我蛮喜欢台湾的这个点，对。所以我今天就是想把单独把这两件事情拿出来说啊、对，也希望大家对台湾啊、就是台湾的人有一些概念，对，我不知道，就是你在台湾生活的话，你可以看到很多台湾的缺点或什么的，但是起码我从这种简短的经历里面，我还是能看到它很多很好很温暖的东西的，嗯。对，我相信这有它的普遍的这种现象吧，我觉得挺好的。好，今天我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关注大雁 Talk，再见。